你知道在福州现在月入过万是什么样的水平吗？我在福州做营业执照代办7、8年了啊，我客观的讲，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全民负债的时代，买不起房，结不起婚，养不起孩子，生不起病，这才是绝大多数人的生活现状。很多女孩子找对象，动不动要求男方月入几万、几十万的，你真的是抖音刷太多了，你被网络环境影响了。现在月入过万已经打败了90%以上的福州人，所以各位年轻人们，还是回归现实吧。这个是周六的杨巧路。福州现在是怎么了？大家是都不出来，都不消费了吗？也不出来逛街了吗？福州的朋友，能不能告诉我，现在实体生意到底还能不能做？在市欧玩砖这边，我2万5租过来的店铺，一天连一个人进店都没有。像这种客流的情况下，我们这一条街已经有3、4家门店倒闭，而且是半年都租不出去。我现在也是在苦苦的撑，我现在非常的纠结，连对面的永辉超市都已经关门了，我到底还有没有坚持下去的意义？2025年的实体生意到底还能不能做？福建省的省会城市福州，东临台湾海峡，作为历史上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，在“一带一路”建设中曾经扮演着重要的角色。随着中国经济下行，这座曾被寄予厚望的海滨城市，如今却犹如一块溃烂的伤口，令人触目惊心。今天的节目，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关于福州的故事。都是关门的，也是关门的，空的，关门的，关门的，空的，空的，关门的，那个也是关门的。这里都是空的，楼上更加冷清，没有，几乎没有的，都不用上去看了。也都是关门倒闭的，这家也是关门的。后面的那一排工厂倒闭了，我朋友去年在这边开了一家超市，那时候因为这边附近的工人多，就想着做工人的生意，然后今天很多厂子倒闭了，他的生意也跟着下滑。这个内卷是有连带反应的，我们确实太会卷了。放假了，准备齐同跑路了。兄弟们，2025你们知道生意有多难做吧？还在这个地铁口位置，看好了啊！曾经这条街非常火爆，现在10家店铺，差不多有9家全部都倒闭了。看好了，关门，关门，关门。这家店铺啊，我印象非常深刻。当时我找房东想把它租下来做餐饮，房东报价是1万多块。来看一下，现在已经人去楼空了哦，2000块都没人租。今年餐饮到底有多惨？这一排店铺都在转让，整整35个门面，只有5家店铺是在经营的。去年来这里收店，还有很多家在开着，甚至还有人找我配设备。今天晚上过来的时候，发现基本都关完了。原来这一段房租基本是在5到6千，现在的价位基本都在3000到4000之间，还是租不掉。这家车商至少亏了100多万倒闭了，那一家车商绝对不止，至少大几百个。这家起码亏了200万，门口还贴了个招租，看来已经倒了很久了。这几年以个体形式存在的二手车商都在陆续倒闭，未来以单打独斗的形式都将难以生存。以前的二手车有多少的暴利，现在就有多么的无可奈何。很多人都在问，2025年的福州到底是怎么了？昔日人潮涌动的商场，车水马龙，热闹非凡的街区，琳琅满目的店铺橱窗，如今却成了贴满转让招租红纸的荒芜之地，甚至连地铁站附近都是人烟稀少。福州地铁1号线、2号线就在这旁边，你看，协和医院、三甲医院边上，这么好的地段，你看这么多店面，你看都关了。原来就是那药店，搞不清楚啊，连药店都开不下去了。这家还经营，看这，那我就有的店面，我觉得应该至少也关了1年以上了。有的店面都至少有1年关了。现在经济这么差，今天路过福州市一医院门口的餐饮店，就连沙县小吃上干拌面都倒闭了，华清楼温泉馆也倒闭了，这一条街的店铺全都是倒闭的。
海东钢厂倒闭喽，倒闭喽，又倒闭了，全部倒闭喽。谁能告诉我一下，现在福州的人都跑到哪里去了？那刚才坐地铁去商场买衣服，地铁没有人，商场没有人。现在到公园这边散步，公园以前这边人山人海的，现在也是没他妈几个人，人都跑到哪里去了？谁能告诉我一下呢？全国业绩排名前3的苍山万达盘的苍山金街，今天过来一看啊，居然这么多店面都倒闭了。这边之前人流量是非常大的，导致这样的现象，到底是因为店租太贵，还是因为大家消费降级了，还是说停车费太贵了呢？很多当地人都在说，现在的福州开网约车、送外卖的人随处可见，都已经超饱和了，每天能接的单很少。因为近几年大环境不好，很多企业公司倒闭，很多老板都想去跑代驾送外卖。目前能在福州找一份准时发工资的工作已经是很幸运了。现在福州还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，可能很多人不相信，有的单位已经好几个月都发不出工资来了，各种裁员降薪。还有很多公司都是一个人拿着一份工资干着2、3个人的活儿，压力很大，想辞职又担心找不到工作，彻底失去经济来源，只能够硬撑。那些表面上看着高大上的写字楼，里面都没什么公司了。而像这样的现状已经存在很长一段时间了，大家已经是见怪不怪了。现在我们福州从开年到现在啊，很多人连工作都没找到，有些公司为了活下去，裁员裁的就剩下1个人了，就为了维持最基本的运营。如今这个大环境，晚点结婚的人赢了，3、4年前没买房的人赢了，没创业的人赢了，就连我们做代办的也是，很多人生意做不下去了，连营业执照注销的钱都掏不起了，生意直接难做的怀疑人生。反正我也搞不懂为什么现在经济这么差，什么生意都不好做，钱到底都在哪？你知道现在的福州为什么留不住人吗？算笔账你就清楚了。你一个月赚5000，房租水电要花掉你1500，平常吃个18块的套餐都得小心翼翼，再偶尔买点小零食、水果、奶茶什么的，伙食费又得去个1800，还要扣掉话费跟交通300，你还得祈祷手机和电动车不是分期买的，要不然啊分期还得还你300-500，最后就是那该死的信用卡，零总算下来，一个月能剩500都算非常节约的了。就福州这工资水平和消费水平，该怎么留住年轻人呢？大家觉得我说的对吗？欢迎评论区补充。房价再这么跌下去，福州真的很多家庭要崩溃了。专家说，目前福州至少有1/4的家庭实际上已经破产，他们的根据是因为他们的负债已经远远超过了手里的资产。也就是说，因为过去几年在福州高位买房子的这些人，大家有没有注意到，现在有一些很可怕的事情正在发生？什么呢？就是说福州的法拍房越来越多。因为我们公司也有做法拍嘛，有几十万的房子，也有几百万的，也有上千万的。现在福州这个房价都掉这么厉害吗？今天早上我差点都背过去了。我18年的时候在那个鼓山周边我买了一个房嘛，然后当时是大概买了300多万，就心想着平时呢作为休闲度假的，然后当时我也想说给孩子就留一手，我自己呢也留一手。我去，啥叫留一手？我现在差点把2手都给剁了，一年啥事儿不干，直接亏个100万。今天我一个同小区的业主跟我说，哎，这个房子现在能卖到180万就不错了。我朋友呢也来安慰我说，哎，你再等等，可能还会再涨回来。那我就想问问，难道整个福州就我们静安、鼓山周边这边掉的最严重吗？我真的是扛不住了，终究还是要说再见。我的房子不要了，我想好了，我呢要离开福州这个城市，回到老家去生活。我真的是承担不了了，再这样下去，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？我在福州买房子啊，120万分了30年，每个月呢还个6500，前几年每个月赚个1把块呢，除了房贷剩下的够开销。过完年之后啊，做金融的收入啊就开始不稳定了。我这边呢有2个孩子，还有老人要养，也想过卖房啊，房价呢是有价无市啊，挂了2年都没人买。在福州，房贷150万，你知道收入需要达到多少才能够没有压力吗？我来替你算笔账。按照福州当前1平方2万的均价，首套利率3.1%来计算，房贷呢需要150万，等额本息还款30年，总还款金额居然达到了230万，是不是不算不知道，一算吓一跳？每个月的还款金额呢在6405块，数字看起来可能不是很直观，但凭它的每一天，房贷就要214块，吃饭、水电、物业、停车费满打满算就要200多，保底一天400多，
1年下来就是15万，这还是没有加上平常下馆子、旅游、生病的开销。如果说还有2个小孩，那还得再加10万。即使2个人加起来月收入在2万多，日子呢都过得紧巴巴的。家庭收入达到4万多才能够过得游刃有余。那问题来了，在福州有多少家庭能够月入4万？福州经济惨况只是整个福建省的冰山一角。近日，福建一家有着近30年历史的大型鞋厂新达鞋业，长期以来一直向周边的村民集资，但该厂老板突然间失联，引发了村民恐慌。上百名村民到涉事企业和政府讨要存款，但是却没有任何消息。有村民透露，涉及金额高达4亿人民币。当地一位王姓村民向海外的中文媒体表示，他们村有80%的村民将全部的存款放在新达鞋业，少则几万元，多则数百万，甚至是上千万元。他自己就在新达鞋业里存了110万。大家之所以这样做，是因为新达鞋业已经成立近30年，在当地很有群众基础，企业大，利息高，大家都认识，所以很信任。但谁也没有想到，这么熟悉的人竟然会突然间消失。村民知道老板失联的消息后都慌了，连续多日，每天都有村民堵在公司门口要钱，但是都是无济于事。很多村民痛苦地表示，这些钱都是他们的血汗钱，有的是打工赚的钱，有的是老人的养老钱，如今全都成了泡影。而事实上，前段时间受美中关税战影响，大陆出口企业，尤其是向美国出口的企业陷入了困境，大量企业停工倒闭，福建很多企业都未能幸免。你看昨天干得好好的，结果今天来就全部搬走了，老板跑了。然后有些人愿意不上涨，我说得吗？你还没拿到钱呢，现在。不是，现在是有这样，自己去上班挣钱。对，我们这人是在后面个现在有部分是去了上班，然后是在前面或者在主动都要拿100%，然后让我们这几个人去守着，去保劳动局、法院垫这个钱，谁敢说垫了我来负责？你垫多少？同意拿5万块钱出来，垫多少？我们来看这个头，负责这个。那种压工资的工厂啊，大家一定要留个心眼，因为这些老板呢，他说不定哪天就破产了，到时候你那个工资也接不到。因为现在生意也不好做，很多老板呢也没有订单，或者即使接到了订单，利润也不高，很多老板也是在苦苦支撑。只要哪个订单出了问题，那么这个老板就很容易亏本。所以大家一定要认清现实。好的，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，请您记得点赞、订阅、留言，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